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广宁县小黑山里有一座著名的山，唤作蛇盘山。据说10里8村没人敢上山去采药摘果蛋泉，就因为山上四处都盘踞着大大小小的蛇。这话也别说得太绝对，多年前也有胆大的村民冒险上山，但都一去不复返。从此这座山变成了村民的禁地。郑老汉本不是村里人，他千里迢迢带着妻小一路乞讨而来，最后扎根在蛇盘山下，不为其他，就为这一带盛产蛇。而他是无蛇不欢的酒鬼，只要有蛇肉吃有酒喝，郑老汉这辈子就觉得没白活一场。他的妻子却是个善心泛滥的女人，每次瞧见郑老汉抓蛇，他都会上前拦阻，可无奈他气力不足，竟没一次能从丈夫手里救下那些可怜的小生命。于是她只能在丈夫杀生之后默念地藏经，以求心理宽慰。郑老汉刚来村里时，他的儿子尚在襁褓之中，取名郑小补。为啥要叫这么个名字呢？还不是他想让儿子长大后给他捕蛇下酒吗？这样一来，他就不用亲自动手也能品尝到美味的蛇肉了。当小补能满地跑的时候，郑老汉就开始精心培养他，教他各种捕蛇技巧。小补一点也不辜负老爹的用心，学得很是上心。别看小小年纪，3年后的他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捕蛇小能手。小黑山虽盛产蛇，但集市上却鲜有人买卖。自从郑老汉一家到来后，打破了这个以往的惯例。郑老汉本来就是一把捕蛇的好手，而今再加上小补帮忙，抓来的蛇根本吃不完。于是老汉就把多余的蛇都拿到集市上去卖，顺便再换上几壶小酒，日子过得真是美滋滋。村里人看着郑家父子整日出入于山上都相安无事，也开始蠢蠢欲动。正当此时，郑家却遭遇了一场家门不幸。郑老汉的妻子突然暴毙，儿子小补从此再也不和老爹出门捕蛇。无论郑老汉如何打骂，小补就是不从。郑老汉开始整日酗酒，动辄对小补就是一顿鞭打。小补抗挨不过，只得趁着老爹醉迷不醒之时逃出了家门，就此成了无家可归的小乞丐。小补沿街乞讨一路向南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另一座县城。他四下一打听，原来这里是盘山县，县里热闹非凡，和小黑山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。小补又饿又累，还拖着浑身的伤，当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时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头栽倒在地。这时于大壮刚好从小补身边经过，小补冷不防向后倒过来，大壮眼疾手快一下子抱住了他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这是咋了？快醒醒！大壮使劲摇晃着昏迷不醒的小补，大声喊道：哎呀呀呀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？怎么衣服都破成这个样子？啧啧啧！一旁路过的行人看到浑身脏污不堪又破衣烂衫的小补，都忍不住七嘴八舌起来。无论大壮怎么喊，小补都是紧闭双目，一声不吭。小补只觉得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似乎有人在喊，喊的是什么他根本听不清，他只觉得自己轻飘飘的，似乎飞起来了一样。快快，小芳，这位小兄弟在街上突然晕倒，快拿些冷水来。大壮抱着小补一路狂奔到家，没等站稳脚跟就赶紧喊妻子来帮忙。就来！小芳放下缸里了一半的渔网，拿起木桶就往井沿跑。啊，蘸了冷水的软布在小补的面颊上轻轻挪动，小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你醒了，小兄弟。小补醒来时正看到6只大眼睛盯着他看。你也太臭了。其中一双最黑最亮的眼睛眯了起来，一双嫩白的小手顺势捂住了眼睛下面那只小巧的鼻子，
然后那双眼睛就消失不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卜身上有了点力气，忙坐起身，蜷缩到了一边，还拉了拉被松解开的前襟。若兰，你这孩子，小兄弟，你身上的伤，小兄弟，你家在哪儿？俺送你回去吧。大壮刚想训斥几句妹子，可无奈妹子已经跑出了家门，他只得先照顾小卜。话到嘴边，可大壮也不知这话当问不当问。为了能让这位小兄弟快些醒来，他解开了小卜的衣襟，可入墓地却是遍体鳞伤的惨不忍睹。俺自己不小心摔的。小卜绝不愿把自己的身世说给外人听，他下了这么大决心离开老爹，就是想摆脱那段不堪的过往。俺没有家，俺就一个人。大壮看了一眼小芳，小芳也同样看了一眼大壮，他们谁也没吭声，但已经有了默契。小芳找来大壮的旧衣服，凭着自己的一双巧手，一会儿功夫就给小卜弄了一身还算整洁的行头。小兄弟，你若真是无家可归，倘若不嫌弃，就留在我家，给我打个下手可好？大壮试探性地问小卜道。真的吗？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小卜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忙道谢。可他转念一想，心里又犯了嘀咕，敢问大哥是作何营生？可就是平日里打打鱼晒晒网，最近要去赶海，得找些帮手才行，这个活儿一个人做不来的。大壮是个爽快的渔民，仗着身强体壮，每次出海都比其他人收获得多。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啥帮手，况且就算真找帮手，压根也不会找像小卜这样骨瘦如柴的人。小卜就这样留在了渔家，可他对打鱼一点也不在行，与其说他在给大壮帮忙，还不如说他在给大壮添乱。自从和小卜一起去打鱼，大壮的收成是一次少过一次，几年下来，渔家已经入不敷出，实在不成，咱们还得想想其他办法。大壮夜半睡不着，和同样无眠的妻子攀谈起来。也成，我听说小黑山那里有座蛇盘山，山上尽是奇珍异宝。小芳思前想后，还是把藏在心底的话道了出来。据说以前那里全是蛇，都没人敢上山，可不知为何就在几年前，山上的蛇一夜之间就全都不见了踪影，这岂不是好事？俺也听人说过。大壮接话道，可咱们想到的人家也会想到，都几年过去了，咋还会有咱的油水？不然，小芳有些自得地说道，俺听说虽有几年过去，可那山上的奇货似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村民见了都说此山自有山神庇护，遂再不敢上山取货。壮哥，你可敢去试试吗？那有啥不敢？俺大壮干的又不是什么苟且之事，为养家糊口而已。大壮听了妻子的话后，就准备次日带着小卜启程前往小黑山。小芳自觉路途虽不遥远，但只留她和若兰在家又有些不妥，就决定和丈夫一起去走一遭。几年下来，小卜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大小伙。大壮看他能干又质朴，半年前就替妹子若兰做了主，将她嫁给了小卜。若兰自小就没了爹娘，全靠兄嫂才得以长大成人。在大壮的眼里，若兰样样都好，只有一点不大称他心意，那就是若兰过于嘴尖牙利。假如让他看到一点不好，若兰定会说到让人无地自容。若兰对外人虽有些刻薄，但哥哥的决定她从来都是言听计从。若兰从最初打心里就不看好小卜，无奈长兄如父，还好几年下来，小卜只在活计上很是笨拙，被他劈头盖脸数落过几次。除此之外，若兰对小卜倒也产生了些微真情。次日清晨，小卜得知大壮一家要去小黑山后，只觉得两眼发黑，地转天旋。定了定神后，他转念一想，自己离开家乡已有几年光景，也不知老爹现在怎样，回去瞧上一眼也无妨。于是他便不动声色地收拾了行李，跟随上路。
四人一路无话，不日到达小黑山。都说女大18变，其实男子也一样。小卜再不是几年前那个瘦骨嶙峋的小男孩，而是一个脸色黝黑、肌肉结实的成年男子。村口的杨寡妇第一眼瞧见小卜，就把水蛇腰一扭，直勾勾地从老远一直盯到他消失在村里的拐角处，那眼神瞧得小卜浑身不自在。后来小卜才听村民说起，这杨寡妇是几年前才搬来小黑山的。来到村里后，杨寡妇就四处散播，说她丈夫死得极惨，是活活被人打死的。还不止如此，连她的孩子们也都一同成了丈夫的殉葬品，只落得她一人守寡至今，实是个可怜之人。俗话又说得好，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杨寡妇也毫不例外。自从她来了之后，村里的男人们就像着了魔一样，都对她的水蛇腰垂涎3尺，弄得家家鸡飞狗跳，户户不得安宁。村妇们一说起杨寡妇，都牙根直痒痒，恨不得把她撕咬成碎片。让小卜疑惑不解的是，杨寡妇竟住在他的家里，只是他家原本是村边的一座茅草房，而今却是2间连在一起的茅屋，比起以往着实宽敞了不少。小卜留意到，老爹郑老汉似是人间蒸发一般，再没见到其人，也不曾听人谈起。他忍不住胡思乱想，或许老爹也和他一样离开了，又或许老爹因酗酒送了命。小卜和大壮上山时，必然会路过杨寡妇家门口，不知怎的，他很怕那双犀利的眼神，于是总是低头匆匆而过。杨寡妇定会在他身后送来一句搭讪的话和一串爽朗的笑声。哟，这位小哥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你姓什么？上山去吗？哥，他姓郑，俺姓于，俺们是刚到这里的，听说山上有宝贝，俺们就去瞧瞧。一段日子下来，大壮收获不少，心情特别好，来来回回总听着婆娘来问这句话，小卜却老是低头不语。这天大壮忍不住心直口快地跟杨寡妇答话，他姓郑。杨寡妇一听大壮的话愣了一下，他叫郑什么？他叫郑。大壮还没说完就被小卜拉到身后，俺叫郑小天，蓝天的天。小卜抢上前说道，你可认得郑老汉？杨寡妇收起那一脸的媚笑，一本正经上前问道，不认得，我才刚刚到这里，怎么会认得？他是啥人哩？你问他做啥？小卜故作镇定地反问杨寡妇，他俺就随便问问，你不知道就算了。算了，杨寡妇眼珠一转，那一脸媚笑再次浮现在脸上。对了，你们上山可得小心些，俺听说这山可有山神庇护，不可随意动用一草一木。放心吧，俺们就是采些山珍来糊口，不会惊动山神的。大壮笑呵呵地边说边示意小卜跟上，两人扛着锄头和铲子肩并肩上了山。大壮并没问小卜为啥当时要拉住自己，还谎称自己叫小天而非小卜。他乐颠颠地走在前面，心里只想着能多收获一些山货，早就把刚刚的事忘到了脑后。到了山上，大壮撸起胳膊就开始干活，没半天功夫就挖了一箩筐山货。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，烈日已经快到晌午时分。他背起沉甸甸的篓子回头去找小卜，可小卜的筐里竟连一根草都没有。只见小卜小心翼翼地拿着锄头东锄西铲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天气太热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大壮一点没有想责备小卜的念头，他心里正在怪自己，只顾着自己挖，也没顾上教小卜怎么去挖山货。他前几天独自上山来过，也只是简单探路，偶尔挖几颗去验货。小卜确实是个好孩子，可就是手脚笨了些，这不能怪他。这次大壮背着满满一筐山货直接到了集市，不到半个时辰就被抢购一空，足足赚了2两银子。这可是当年收成好的时候，
卖3天鱼才能抵平的。大壮摸了摸怀里的银子，乐得合不拢嘴。他拉上小捕头，一遭去了小酒馆，打算喝上一壶。小捕到了酒馆门口，却不肯进去。他记起爹当初怎么打他，让他去给自己沽酒。当时他兜里连个铜板都没有，拿啥去沽酒？只能硬着头皮去偷。幸好酒馆老板念在他可怜，才白白给他沽了几回。咱还是回家吧，哥，嫂子和若兰还都在家等咱呢。小捕扭回头冲着大壮说道：对对对，哥哥只顾着自己高兴，竟把他们给忘了。大壮一拍自己的额头，又挠了挠后脑勺说道：那就买上2两肉，让你嫂子给咱做几个好菜去。大壮回家后哈哈大笑着把肉丢给小芳，让妻子快烧几个好菜来下酒。小芳很久没看到丈夫这样爽朗的笑了，她心里清楚得很，大壮只在大有收获时才会如此把持不住自己。于是她也痛痛快快地去烧菜，来好好犒劳犒劳这个有功之人。若兰可没哥哥那么开心，一早她闲来无事就先上山去等小捕和哥哥。她偷偷看到小捕连一根草都没挖到，就憋了一肚子的火。可当着如此开心的哥哥的面上，若兰还得忍着，她不想扫了哥哥的兴。华灯初上，酒足饭饱后，大壮和小芳回了自己的卧房，留下小捕和若兰2人四目相对。小捕滴酒未沾，却佯装醉相，上去一把抱住若兰，把她扔上了卧榻。若兰虽已嫁给小捕，可一直未让小捕碰过自己。新婚半载的她仍是处女之身，2人新婚夜约定，此事你知我知，绝不可让兄嫂知，而且同房不同床。小捕若敢毁约若兰，定不会轻饶她。小捕在第一次见到若兰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时就喜欢上了她，无论若兰如何数落他，甚至羞辱他，他都不在乎。可这次不一样，若兰和他的无理约定让小捕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是一文不值，但他又拗不过若兰，也不想让兄嫂为难，只能暂且睡在地上。小捕装醉堪称一绝，别忘了他爹郑老汉可是泡在酒缸里的主顾。若兰哪里见过小捕如此放肆，当初小捕又瘦又小，可以任他摆布，而今他可再也无力抵抗小捕那双坚实的臂膀。小捕也知道酒醒后若兰一定不会轻饶了自己，可他还是想在今晚霸王硬上弓要了若兰。也许是杨寡妇的媚笑让小捕再也把持不住自己，也许又不是，管他呢，反正若兰今天一定要从了他。若兰撕心裂肺地吼着，可双手都被小捕紧紧按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她双腿不住地踹着床上的锦被，头也在不住地摇晃，想躲开小捕伸过来的嘴唇。忽然之间，若兰不吼也不叫，不蹬也不踹，头也停止了摇晃。她瞪大了那双眼睛，死死瞪着小捕的脸，然后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。那笑声让小捕浑身都不自在，他开始颤抖，双手也不听使唤，最后呼吸急促地倒在若兰身旁。你胆子太小了，哈哈哈！若兰嗖地坐了起来，边笑边说道：你是装醉，一点酒味都没有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小捕一声没吭，一咕噜滚下床，推开房门就奔了出去。他身后又传来一阵若兰的狂笑声，那笑声太过刺耳，让小捕不由得堵住了自己的耳朵。当小捕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时，若兰脸上划过了2行热泪。哟，这不是郑兄弟吗？怎么大半夜在这哭啊？小捕不知不觉竟跑到了以前的家门口，他站在门外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杨寡妇闻声推开了房门。你怎么？小捕激动之下竟忘了这已经是杨寡妇的家。都到家了，就进来坐坐吧。杨寡妇一侧身，正好留出能供小捕进屋的空隙。小捕不自觉地走进了家门，家里的陈设竟一如往常，被爹摔坏的罐子还静静地躺在墙角。他大感吃惊，
但并没显现在脸上。郑兄弟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不妨和俺说说，俺可是能解百家之忧的人啊。杨寡妇跟在他背后边走边说。小卜却有一肚子苦水。这杨寡妇想来也是个可怜之人，所谓同病相怜，他连想都没想就对杨寡妇道出了实情。当然他说的都是有关于家的事情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若兰惹兰。杨寡妇听完小卜的话后有些气急败坏，你和老娘只说你的若兰，她哪里有俺好？杨寡妇说着话把水蛇腰一扭，满脸的媚笑让小卜也险些神魂颠倒。他定了定神，后悔自己怎么如此粗心，竟把这些话说给了他听。小卜低垂了头，转身准备离开，休想就这么走了。只见杨寡妇一纵身跳到小卜眼前，双眼射出一束绿光，小卜顿时像被施了定身法，动弹不得。你是郑老汉的儿子，对也不对？哼哼，杨寡妇冷笑道，俺第一眼就看出你是他儿子，俺等你等得好苦。你是？小卜呆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幸好还能说出话来。捕蛇小能手，郑小卜就是你？是也不是？杨寡妇绕着小卜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她上下打量着小卜，激动之下，双腿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条蛇尾。你就是我的杀夫仇人。原来这杨寡妇并非人参，而是一条修行千年的巨蟒。蛇盘山上原有一雄一雌两条巨蟒，它们盘踞山上千年，靠吸食奇花异草和仙果等物修炼成仙。为了避免被人打扰，每当有人上山时，它们就幻化成人形，给族人们银两和商货，让他们远走他乡去享人间富贵。他们还让人们逐渐相信，此山登不得，让蛇盘山成了人间禁地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成了蛇们的世外桃源。直到郑老汉的到来，让蛇盘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灭门之灾。雌雄巨蟒起初试图给郑老汉些银两，让他远走他乡，可这根本打动不了郑老汉，银子照收，蛇还是照抓不误。两巨蟒心想，损失一些子孙倒也无妨，不如就满足郑老汉的一己私欲，他还能吃掉整座山的蛇不成？于是他们并没把郑老汉放在心上，就任由他出入山林。可让巨蟒们没想到的是，郑老汉不止自己捕蛇，还教会儿子一起来捕，甚至最后得寸进尺，让他们的子孙悲惨死去后，还要被卖到集市上，成了一众百姓口中的餐食。小蛇们怨声载道，纷纷来到巨蟒面前诉苦。雄蟒按捺不住怒火，决定要给郑老汉个下马威，让他再也休想上山捕蛇。当时雌蟒刚刚临盆，110来条儿女需要他照顾，因此她叮嘱丈夫雄蟒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切莫伤人性命。雌蟒又因连日来操劳体力不支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就在雌蟒迷蒙之中，雄蟒正中小卜设下的圈套，被郑老汉抓获，当场就被挖了蛇胆。郑老汉又让小卜爬进蛇洞，把刚出生的小蟒连窝端回了家。小卜端着小蛇兴冲冲回到家，没想到被娘劈头盖脸骂了一顿，还让他立刻把小蛇送回山上。小卜不明白为啥爹让他捕蛇，娘却让他放蛇，他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正当小卜左右为难之时，郑老汉拖着奄奄一息的雄蟒也回到了家。小卜娘一见郑老汉拖着的巨蟒险些昏死过去，也不知他从哪里来的力气，上去就和丈夫抢雄蟒，你一拉我一扯，惹恼了郑老汉，他一使劲推倒了小卜娘。小卜娘不偏不倚正撞到门前的石桩上，当场晕死过去。小卜一看傻了眼，端着的蛇篓也掉到了地上。小卜扑到娘的怀里，他娘使出全身的最后一点力气，抬起一根手指，指了指蛇篓，就一命呜呼了。小卜知道娘的意思，他也同时意识到娘不想再让他去捕蛇了。郑老汉眼见妻子亡故，
捉到这千年不遇的巨蟒，本该是喜事一桩，而今却成了丧事，不免怨恨心起。他抄起自制的蛇皮鞭，对准巨蟒就是一顿鞭打，连带着蛇篓中的幼蟒也跟着遭了殃，直打得院子里蛇肉横飞。郑老汉耗尽全身气力后，才肯罢手。小卜趁着老爹发疯之际，偷偷捡起2条幼蟒，装进自己的捕蛇袋，揣在怀里带在身上。此后，郑老汉犹如变了个人一般，酗酒成性，却不再出门捕蛇。实在馋得慌，他就让小卜去上山，可小卜怎么也不肯，这样就少不了一顿毒打。小卜一直饲养着2条幼蟒，直到它们能自己独立觅食，他才决定是时候该摆脱老爹了。他在临行之前，把2条小蟒放归蛇盘山的蛇洞口，眼看着它们爬进洞里，他才离开小黑山，来到了盘山县。雌蟒在昏昏沉沉中醒来后，发现幼蟒们都不见了踪影，雄蟒也并没有回归山洞。他急忙赶去查看，只见往西满山的子孙们都在四散奔逃。他好不容易拉住一条小蟒，想问个究竟，得到的回答竟是此地不宜久留。一时间，蛇盘山上杳无蛇迹。此蟒由于身体虚弱，不得不先搬离蛇洞，寻了一处僻静之地静心调养。等他调养一段时日后，幻化成人形下山，到了郑老汉的村里。没想到他正撞见郑老汉在和村里人吹嘘小卜如何设的好陷阱，让他抓获了那条巨蟒。他又如何把巨蟒鞭打致死，甚至把幼蟒也打得血肉横飞。说完还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听到郑老汉的话后，此蟒恨得咬牙切齿，真想立时就为雄蟒和孩儿们报仇雪恨。无奈村里人多不好下手，他便心生一计，化身为杨寡妇，住在了郑老汉的隔壁，眼看着此蟒就能为夫报仇。可还没等他动手，郑老汉就因酗酒过度去了阴曹。此蟒心有不甘，决定留在村里继续等小卜。只要小卜一日不出现，他便一日不上山。此蟒在村里度日如年，但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小卜第一脚踏进村子时，此蟒就认出了他。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此蟒凌厉的眼神中就像藏着一把百般魔力的剑，恨不能立即穿透小卜的胸膛。夜半更深，小卜来到杨寡妇家门前，正中了此蟒的下怀。他怎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呢？小卜听完此蟒的陈述后，轻轻闭上了眼睛。他丝毫不想为自己辩解，这的确是他年少时犯下的大错，而且为此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娘。小卜清晰记得他娘在临死前看他的眼神，他因此再也不想去捕杀任何动物，包括和大壮一起去捕鱼。说实话，他并不是不会撒网，而是故意让鱼都进不到网里。对于这一点，小卜一直心中有愧，毕竟大壮哥嫂一直是自己如亲兄弟一般，可他却毁了鱼家人的生计，让他们生活得捉襟见肘。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此蟒半人半蛇地立在小卜面前。对于你的若兰，有话说，俺还可以替你带到。哈哈哈。若兰听到这个名字，小卜紧闭的双目又慢慢睁开。你告诉他，无论他怎样，我都不会怪他。好，这句话俺会替你带到。去死吧！此蟒把巨大的尾巴扫向小卜的胸膛。不不！只听2个女子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可为时已晚。此蟒的尾巴用力之猛，已无挽回的余地，它也压根不想收尾，就狠狠地扫了过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条灵清的小蛇快速缠住小卜的双脚，向前用力爬去。小卜站立不稳，登时向前扑倒，摔得他半天都没能爬起身。可就是这一跤又救了他一条命。小卜，若兰不知何时跑过来抱住了小卜，眼里满是关切之情。这在小卜看来如梦如幻。若兰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卜忍着身上的疼痛问若兰。小卜走后，若兰独自流泪。在他眼里，
小卜真是太怯懦了，他本来有些害怕今天的小卜。若兰心想，假如小卜再胆大一点，他就从了他。可没想到他还是被自己的笑声吓走了。失落中，若兰听到了一丝微响，一条小蛇缓缓爬了出来。若兰有些害怕，可蛇竟开口对她讲起话来。从蛇的口中，她得知了小卜真正的身世，也知道他正生死攸关。于是一人一蛇来不及细想，就冲到了杨寡妇家里。先别说了，咱回家。若兰慢慢扶起小卜，就要往家走。此时慈蟒正疑惑地看着那条小蛇，原来这小蛇正是当年被小卜救下的2条蛇中的一条。他们回到山洞后没见到慈蟒，就开始满山找。殊不知慈蟒为了复仇住进了村子里。小卜在上山挖山货的时候，发现山上有蛇爬过的痕迹，而小蛇无意间也看到了小卜。他们还记得是小卜救了自己，故而有意去村里探望小卜。可没想到竟看到了慈蟒要击杀小卜的画面。小蛇虽无法幻化人形，但每日吞食奇花异草，早有了讲话的能力。情急之下，小蛇大喊一声，铤而走险救下了小卜。小卜只是摔了一跤，他却因用力过猛弄得遍体鳞伤。小蛇把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慈蟒，慈蟒这才恍然大悟。可若不是小卜当年设下陷阱，她的丈夫就不会命归西天，孩子们也会安然无恙。她心里还是十分憎恨小卜，但反过来讲，要不是小卜伸出援手，这仅存的2个孩子也会沦为鞭下之魂。她又有些心存感激。当看到若兰搀扶着小卜走出房门时，她并没有上前阻拦，慈蟒只是低头细心地为小蛇疗伤，而后一起回到了蛇盘山上。若兰总算读懂了小卜，对小卜也不再总是冷嘲热讽。大壮仍旧每天带着小卜上山挖山货。他神奇地发现，第1天挖掉的山货，总会在第2天恢复原状。大壮对此赞叹不已，只有小卜心知肚明，这些都是慈蟒对他们的恩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